哎呀，我们最近是持续的去读中啊，和不同的老师也有交流，算是一种 visible learning 吧，身体力行，对读中有一些了解。对啊，而且最近有个机会去聆听了他们中华读中举办的教育分享会，作为2个中文爱好者，听到分享会上读中的老师们还有华小的老师们在分享一些孩子们学习华文当中的困境，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新的认知哦。这就使我想到啊，好像社会上有另外一种声音，觉得你看现在读中已经很有钱啦，社会地位也很高啦，是吧？这个很多有钱人把小孩送到读中，好像读中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维护的观点也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们当年筹款多么不易啊，先贤他们坚持付出了血的代价，把读中给保留下来。我觉得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些我们自己属于我们独特的观察到的视角，来讲一讲为什么读中是不容易的？我们就讲3个视角吧。可以。好。我觉得首先不容易的是读中要在马来西亚这个非常语言环境多元、种族这个多元的世界里面去为学生创造更加多的华文学习的英文可能叫 exposure， 就是创造这样一个语境，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是我觉得华文语境的这样一个创造其实是华文学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你想讲的第一点是在马来西亚，哪怕是读中学习华文是一个超高难度的事情。对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几个让我在这个教育分享会上印象深刻的点首先是这些华小的校长们就是在反映说现在他们的这些生源1年级过来的小朋友，他可能是完全是没有中文基础了，这让我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就是讲说大量的孩子们他们在preschool kindergarten 的阶段全部是英语教学，或者说是马来文或甚至什么淡米尔语所以进来之后他是完全是全新的去学。那么对于华小来说给这些孩子们去首先是教授这个华文，等于是零基础教授，这个难度就大了。我就记得有一些华小的校长说，他们学校的理念也是以英语为第一优先的。然后它里面第2个就是讲到说华小教学里面碰到的困境之2，就是说这个他们华文教材学生们就普遍反映说课文很长，老师们反映说课文很多，甚至导致于每个学期应该教授那些课文都教不完。对。所以可想而知，就是教学的难度在华小已经体现出来了，对吗？是更多的强调了听说，降低了文言文，而且呢把字体加大，加上一些插图，让学生有兴趣能够保持阅读。这我也有听到。对，等于说你这个华文在这个最启蒙阶段已经变成说是我们说是基础功的童子功的这个修炼，变成了说是提高兴趣，让他入门，等于是又降了一个难度，对吗？没错。第3个难点就是华小老师们讲到的，说现在整个考试的改革，这个华小的这个华文的测试也已经取消了，这就导致了说华小的老师们不能够再通过以往的测试这个环节去了解他们的教学成果，以及学生的真实水平进行调整。对，而且我听他们讲学生因为知道了没有中间的测试，最终的测试，他们学习的动力也下降了，对，兴趣也因此下降了。对，虽然很多人不喜欢测试，但客观存在这么一个情况。对，你可以听到他们华小老师的反馈说，很多的这个华人家长他们非常有热忱，去创办一些早间的这样一个读书分享会，但是老师们发现说，这还只是说单一的华文输入，孩子们的输出很少，所以他们现在也在通过举办一些学生的这个华文竞赛，然后把孩子们听故事改成说孩子们去表演故事，鼓励他们去多说。但是可能这也是刚刚开始的一些探索，是不是能够真的让孩子们就是能够有很多的语言输出，还是未知的。那么这个对读中造成的一个难度就是，他们现在招收过来这个6年级的到7年级初1的新生，他们的华文底子是比以前的学生是要薄弱许多的，给读中的教育造成了一些困难，因为他们的衔接上好像有些脱节了，华小取消了，导致他们的水平教出来不如以前。对，读中就承担了更大的难度对啊，读中的课程它讲究的是说
读跟写，对吗？这读跟写，如果我们根据华小老师的分享来说，几乎是很少的，因为他们整个6年的华小的目标就是孩子们是自信的表达，口头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是，你看这个读写的话，不是那么不是它里面的一个侧重，也不是它的最终一个教学目的。那么读中它要承担这个从零开始的读写，这个是很难的。所以我们来看啊，母语教学是读中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啊，因此这个在光是华文教学上，就是它面临的一个新的难点，所以它是不容易的。对的啊。那么第二个，我记得你也有观察到他们的教育理念啊，这个和我们原先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也从中我们可以窥斑之报了解啊，像读中它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对，我们看到那个不管是董教总里面的一个语文学科的一个教研员，他给我们分享董总设计这个华文教材的这个所谓的构思，还有就是读中老师们华文教师的分享，你都会发现说，这6年的读中学习其实是更多的华文学习当中塑造一个人，大写的人，对吗？如果说华小它是全人教育，到了最后读中毕业出来的这样一个人，他是具备华文的这个沟通能力的情况下，他又要具有一个包容性，并且呢，他们这个人会被塑造成一个乐观向上，对，不惧应变啊。而且还有一点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他也是注重个体教育的。他说的是实现的是，首先这个人是有能力去为个人幸福能够去经营，能够去努力，并且能够为家国更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全局的social citizenship， 然后能够去努力的奋斗付出。对，这个在早先啊大马的教育者身上也能看到一些影子。我和 Wilson 在东马的一个华人的博物馆就看到，他们100年前的先贤在建很小的校舍的时候，校长就把这样的理念写在墙上，他就强调你要先是个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个体，然后能有一种追求幸福的能力，再为国家去追寻。到现在称之为全人教育，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整个教育所要涵盖的面向是很多的嘛，很大的。我把它记下来了。他说他们的这个使命愿景啊，就是董总的华文学习的使命愿景是终身学习，自强不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无惧应变。这样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 leader 的这个概念，对吧？是一个领导者，一个领袖的概念。其实这个也跟西方教育里面的这个观念是我觉得是某种程度上是几乎是一样的。是，总之你要全方位的培养一个更好的人，更独立更乐观。是，而且他是要求说是这个孩子们是首先是自信，第二点是合群。对，他呢其实把所有的视角跟重心更注重个体，这个也随着时光的演变啊，像以前总归是君王一个集体等到当代的话，个体的重要性是被极度的突出的。我觉得它也反映到了大马的教育理念当中。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对读中来讲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它里面有讲到了他们整个体系啊是要对学生进行美感素养的一个塑造。美感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那对我来讲的话，我观察到的是你要首先让同学们感知到美，也就是学校老师要创造美的机会给他去感受，对吗？然后这个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长时间美的积累之后，学生首先是接触到美，然后才会有美的这样一个意识，最后自己成为美的一个创造者。这个是很长久的过程，而且是很难用一个维度去标准化测试去衡量出来的。对，它本身是有难度的。那我呢可以提一个点，我觉得对读中来说有个更大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就是以它的资源能够获取充足的师资资源把学生给教会，这个难度会更大。对，你看新华3000个人180几个 staff， 这边中华5000个人300多个 staff，然后他们的校园面积来讲，物理上也不是这么大。老师的薪水呢，对吧？他们起薪2-3千马币，这个和西方人那些白人他们拿到的薪水是完全不一样。你以 Wilson 所在的国际学校来看，才400个人，占着也是很大一片地，每个班20个人、10几个人，
然后有这么多的老师，所以他能够投入资源。我觉得全人教育的难点就是在于你单人所需要给他投入的时间跟资源更大，不单单通过一纸考试能够反馈观测学生进行调整。对对对，确实是。说到这个师资的话，我们也采访了这个一些读中的校长还有老师，他们统一反馈说，有的时候一线老师他可能承担的不光光是教学，他自己科目的教学，他还要去进行这个他们可能叫课外兴趣小组 CCA 的CCA 这样子的一个，每个老师要认领一个科目，对吧？然后有一些老师还要承担一些行政上的这个职责，比如说什么教务督导啊之类的，身兼数职嘛。然后你像邓老师跟我们说，你看以中华来讲，每门课要全年要完成8次考试，对，评测统考，然后呢有10几门课，也就是说全年要完成80几个考试，那全年一共才50几周，那你去掉放假的话30-40周，那不是每周都有2个考试吗？是的，对吧？那他的这是常态。老师你可以想想会有多忙，对吧？他们常常对吧带回去的作业啊，这种考试啊，又每个班40-50个学生，所以他的压力是巨大的。这个我想是第二个点嘛。那讲到考试，我感觉你这回新了解的一个知识点也特别有感触的，就是双轨制嘛。对对对，这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就是他们除了要学习董总的这些编写的教材的，然后又去参加读中联考之外，还有就是一个 SPM， 也就是他们大马的这个国语，就是马来语为学习这个语言的，是的，所有的马来西亚的这样一个，对，这个就是称为双轨制。那么他们的学生呢，就会获得一种竞争优势，他可以参加国内的国立学校、大学的录取，也可以到国际上用统考的成绩去拿到更多的学校。那我们听老师他有另外一个说法，他觉得这样呢可以照顾到更多家境不一定能够上得起私立和国际上学校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嘛。对，我们可能以我们外人的视角，你当时就问老师说，那这2种考试体系里面的一些课程会不会是 intertwine， 就是说是相互交融的？是的，是的。结果老师跟我们讲说不一样，因为你的 SPM 是以马来语考试的嘛。所以说它的整个教材还有教学是全部进行马来语教学的。对，我问老师的初衷，我是想OK， 大家都要考像化学、物理啊、生物、历史这些，那我读2个体系是功是多了20%-30%，还是真的就多出1倍的功？然后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他们都在场啊。那个学生还是马上考进了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对，他很确定的，他们都跟我们说要 exactly 多100%，要多1倍的功出来。就是真是没有办法去融合，对，因为他光是上课，他就要把那一种课给上好，对，那你又是从早上7点多到下午3点多，上课时长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休息会比较少，压力很大，作业会很多嘛，学生不也说嘛，这高中以后做到晚上10点、11点的也是常态哦，作业，对，但是你怎么说呢？你想在这个包容的环境当中，你要马来语要这么大强度，你为了要参加这个考试，然后所有的科目你都要以马来语学习一遍，然后还有董总的华文的学习，对吧？加一下英文的学习，对，这个学生们在读中里面真的，我们感觉是3种语言真的是没有所谓的厚此薄彼吧？对啊，所以我也挑战老师，我说那有没有学生说，哎呀，我家已经下定决心参加统考了，我能不能就放弃这个SPM 的考试，或者我就少学一点不去考？老师说不行啊，因为这个弃考率也是不能发生的哈，但是他们会要求学生一定要去考。那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情况下，学校、老师、学生他们的压力都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又是读中的一种不容易的地方啊。对，而且就是你想这些。老师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他说是接纳多元，同欢共庆。你想在这个学习当中，学习的压力可以想见，但是最终，孩子们通过这种大量的沉浸式的学习，深入的用那个语言去学习那个科目，并且他们学校里面还有很多的，我看到马来舞蹈社团啊之类的，这种融合。我觉得读中是完成了它一个多元融合最终的这个教育目的。所以我们再来回溯一下华语教学本身在多语言、多文化、多元之下，它本身很难。这是一个。第二，一个点是要培养全人教育，对读中来说难上加难，但它理念是很先进的，对吧？第3个就是对部分的读中来说，如果它采取双轨制，像新华是单轨制，我想应该会好一些。那
他学生和老师的压力都是巨大的。我们这里没有谈钱，就纯粹从我们观察到的这个3个视角就能够看到读中教育的不容易。好，那大家对读中的办学之难啊，或者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也欢迎在留言区交流。对，我想接下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去探索读中系列我们感兴趣的各个话题，也会有一系列的影片会制作出来，我们期待大家的反馈。拜拜，拜拜。